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现在许多人为了方便和节省时间，喜欢点外卖或在店里吃完后，将剩余的食物打包带回家，因此家里往往会积累很多大小不一的打包盒。这些打包盒具有高温耐热、防水防潮和经久耐用等优点，但我们常常在使用完后就把它们扔掉，这样其实很浪费。我们可以将这些塑料盒利用起来，制作成一些实用的物件。如果你也经常使用塑料打包盒，不妨试试不要再扔掉它们，而是将其放在家中，您会发现全家人都会抢着使用。快来一起学习如何将这些打包盒变废为宝吧。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塑料打包盒的外壳上印有许多标志，这些标志不仅表明它可以用来打包食物，还指示了其他多种用途。例如盒子上裹有一个类似于杯子和叉子的标志，这说明这个打包盒适合装一些可食用的东西。而如果可以看到 QS 标志，则表示该打包盒符合国家卫生质量安全标准，使用更为放心。此外，带有微波炉标志的打包盒表明它能够耐高温，可以安全地放入微波炉中加热食物。这个盒子的标志是一个三角形，表示它是可循环利用的。标志上还有数字5，字母为 PP 的，说明也是安全的塑料材质。此外，这种材料允许在微波炉中加热。三角形的标志提醒我们在丢弃时，应将其放入可回收垃圾桶，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。有些打包盒上还会有雪花的标志，这表示该盒子可以放入冰箱冷藏，适合存放食品。妙用1：家里肯定也积累了不少塑料袋吧？每次去超市或买菜时，都会顺手拿几个塑料袋，扔掉它们又觉得可惜，但放在家里又显得特别乱。其实我们只需稍加整理，就能让它们看起来整洁。首先从边角处开始，将塑料袋卷起来，卷好后，另一个塑料袋也用同样的方法处理。接着将第一个塑料袋的底部和第二个塑料袋的手提部分一起卷起来，依次将所有塑料袋都整理好后，放入一个打包盒中。最后把第一个塑料袋的手提部分从盒子的圆孔中穿出来，按紧塑料袋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这样就完成了整理。在需要使用塑料袋时，我们可以直接取出，方便用于套垃圾桶。此外，下一个塑料袋的手提部分设计成像抽纸一样，方便拉出使用。妙用2：我们可以用它来收纳家中的一些针线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针线，使用完后往往随手放在抽屉或其他地方，下次需要时常常很难找到。此外，这些针线的轱辘上还插着绣花针，如果每次用完后随意放置，不好好收纳的话，对于家里有小孩的家庭来说，安全隐患就会增大。所以，如果家里没有专门用来收纳线轱辘和针线的收纳盒，不妨试试利用一次性餐盒。使用这个一次性打包盒后，我们可以将线轱辘、绣花针、剪刀以及小纽扣等物品统统放在里面。整理好后，只需盖上盖子，既安全又美观。这个收纳盒可以安放在书桌上、床头或者抽屉里，不占用太多空间，同时它的容纳空间非常大，能够容纳许多其他小物件。即使是拳头大小的线轱辘，也能轻松放入其中。这样一来，下一次我们需要使用的时候，就能一眼瞄见所需的物品。而且对于家里的小孩子来说，这样的设计也更加安全，因为这个盖子没有一定的力气是打不开的。此外，这个打包盒是透明的，我们只需一眼就能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，轻松找到想要的盒子，而不必一个一个的打开查看。这样既省事又方便，还增加了安全性，是不是非常棒呢？妙用3：当花盆的托盘。相信很多人家里都有几盆花草盆栽，
如果你经常给花盆浇水，就会发现每次都不能浇太多，否则水分就会顺着花盆底部的小孔流出来。这时外卖盒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把外卖盒放在花盆底部，即便浇水多了，也不用担心水分流出来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做法也有其缺点。使用打包盒可能会导致根部透气性不足，容易闷根，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。因此选择合适的尺寸和材料非常重要，以确保植物的健康成长。妙用4，我这里使用的是方形的打包盒。提前1个晚上，我会往里面加入冰水，然后将其放入冰箱中冷冻，直到变成一大块冰块。冻成冰块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它们了。冰箱几乎每家每户都有，主要用来储存食物、水果和蔬菜。现在的冰箱大多具备制冷功能，能够根据内部温度自动调整运转，以保持食物的新鲜。在我们的冷藏室中，当温度过高时，冰箱会自动启动制冷功能，以降低温度。然而这个过程会消耗电力。为了降低能耗，我们可以将提前冻好的餐盒放入冷藏室。这些餐盒由于内部有冰块，温度相对较低。当我们打开这些餐盒时，低温会不断释放出来，从而帮助冷藏室保持较低的温度。这样一来，冰箱就不会因为冷藏室温度过高而频繁启动制冷，从而节省了电费。通过每天更换一个餐盒，1个月下来，我们将能显著减少电费支出。这种方法真是非常实用。妙用5，坚果零食盒。坚果和零食是许多人喜爱的食物，然而它们的保鲜时间通常较长。如果将它们放入冰箱保存，可能会导致其他食物受到异味的影响。此外，每次取用坚果和零食时，还需要面对翻找的麻烦。为了更好地保存坚果和零食，可以选择一个专门的收纳盒，这样可以延长它们的保鲜时间。外卖盒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首先清洗干净外卖盒，然后打开盒子，根据需要将坚果和零食放入，最后封好盒子。如果不想再使用这些外卖盒，也可以将其丢弃。但从环保的角度来看，重复使用外卖盒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在家中，如果再有一次性的餐盒，千万不要轻易丢掉。一次性的餐盒不仅可以用作花盆的托盘，还可以作为收纳盒，既简单又方便，实用性很强，用完后直接丢弃，不必担心浪费。今天分享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的废物利用小妙招就到这里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